美国时间2014年5月16日，24名美国大兵乘坐黑鹰孤军深入叙利亚，他们的目标是击毙 SS 高级指挥官阿布萨耶夫，同时保证人质及小队零伤亡。提到特种部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军海豹6队，因为许多战争题材的电影都是以海豹6队的经历为原型拍摄的，像大名鼎鼎的《勇者行动》，这部电影不仅改编自海豹6队的真实经历，就连演员用的都是海豹6队的退役演员。电影很震撼，堪称美国战争电影天花板，推荐给大家。我们话说回来，与海豹突击队的高调相比，美国陆军另一支特种部队就显得低调了很多，不仅很少在影视剧中出现，甚至就连美军也很少承认它的存在。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只神秘王牌的面纱。三角洲特种部队直属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在编制结构上，三角洲参考了英军 SAS 部队，目前拥有大约1000名成员，作战人员250到300人之间。7个作战中队分别是 A 突击中队一线作战， B 突击中队一线作战， C 突击中队一线作战， D 突击中队一线作战， E 航空中队运送和撤离队员， G 侦察中队搜集情报监视目标，以及战斗支援中队。据美国公开资料显示，三角洲主要参与的行动有鹰爪、巴拿马正义之师、海湾、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索马里维和等等。特别提示，索马里行动。不过在聊到三角洲特种部队近乎完美的战绩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该部队的成立、选拔以及超人般的训练内容。上世纪70年代，世界各地恐怖事件频发，为了应对这种非常规战争式的冲突，美国决定组建一支全职反恐单元，由越战老兵兼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军官查尔斯·贝克维兹负责。1977年11月，三角洲部队正式成立。最初，该部队的成员主要由美军各部自愿加入的士兵组成，招募对象为22岁以上的男性，其中士官要求级别在中士到2等士官长之间，军官级别要求是上尉到少校。1978年增加了特别选拔程序，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影里看到的刀山火海、上天入地的炼狱式选拔，像地仰俯卧撑、高频仰卧起坐、奔跑、躲避、跳跃、仰面爬行以及速跑等等。过了这一关，接下来就是携带重型物资进行山地渗入作业。这一测试考验的是队员的耐力、体力、意志和精神力，而仅仅是加入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最低标准。经过第一道程序的标准测试之后，队员还会进行数次负重20公斤以上、距离10公里起步的夜间陆地定向长跑。负重包括战术背心、枪械、急救包、指南针、匕首、水壶等等。整个过程还需要持续性的上山下水。可能有人会说，区10公里也不算是太难。别急，咱们接着往下看。队员们每完成一次长跑，执勤军官就会告诉他下一个目的地。与此同时，背包重量和长跑距离会随之增加。更重要的是，规定完成的时间会随之减少。在经过长达7轮以上的增重增程后，测试最后一关的负重达32公斤，里程也增至72公里，全程都是道路崎岖的山地长跑，这些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至于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合格，据说只有五角大楼保密等级最高的人才有资格知晓。但从这一项测试可以感受得出来，一个合格的三角洲特种兵体能和意志力绝对是变态般的存在。体能合格后，接下来还有心理测试。参与选拔的队员会和三角洲部队的指挥官进行谈话。一名前三角洲队员在采访中透露了谈话环节的主要宗旨。他说，这一环节最主要的就是找正确的人，身体最好、脑子最快、军事素质高，或者某方面具有超高天赋的人，未必适合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执行特殊任务时，根据任务特定的需求挑选适合的人才是最关键的。三角洲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既有全副武装、千里奔袭、击毙恐怖分子头目的任务需要，也会要求队员伪装成摩加迪沙街头的平民，监视目标或者近距离侦察。队伍的人员多样性就非常有必要了，不仅要有个子矮的，还要有差不多高的，甚至头顶自然秃的人，也可能是三角洲部队招人的必要条件。
谈话环节所考验的，更准确来说，这一环节是在进行人员的甄别，体能可以训练，意志也可以打磨，但是外形和心理素质的差异，那可是天生的。用一句老话形容就是，最后胜出的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一定是最对的人。谈话环节过关之后，队员们会继续进行6个月的训练轮换，简称试用期。在此期间，参与选拔的队员将进行武器精确射击训练、各国不同型号枪械的针对性训练、各种陆地车辆、水上舰艇、各类型号战机的驾驶，这些都要在6个月内完成。这一环节的目的就是典型的木桶原则，掌握特殊技能，有特殊肤色，可以说是木桶最长的那一块板。可对于三角洲来说，这并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作为一名特战队员，既要有长板，能在叙利亚执行隐秘任务，也得能和小组协同完成跳伞，举着枪突进恐怖分子老巢。一个单兵可以没有长板，但绝对不能有短板。因为前者最起码还有一个中情局可以依靠，侦察任务实在不行可以撂挑子，但是后者只能靠三角洲自己上了。补上每个士兵的短板，就是三角洲部队选拔人员的最后环节。套用一句影视台词，如此这般的训练预示着这支部队一定是在高压绝境下作战，他们所面临的绝非正面冲突的大战场，而是小规模渗透潜入式作战。完成任务的同时减少人员伤亡，就是三角洲部队选拔人员以及技能训练的核心。当然了，除了训练所赋予队员的技能，正式成为三角洲特战队员之后，队员们也会获得以下装备的属性加持：陆地勇士通讯系统。这套系统将每个士兵都纳入一个计算机网络化的战争作战系统中，使每个战士都成为战争网络的一个组成分子。单兵特战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地提高战场互联、夜视、武器和装甲防护能力，包括新型4眼头盔、单兵电脑、无线电等等。单兵武器如 HK416 突击步枪、FN Scar LH 特种战斗步枪、XM2010 模块化狙击步枪系统、精确射手步枪、现代版战术手枪、轻机枪以及重型反器材狙击步枪等等。进入三角洲部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这些装备的无限开火权，这些火力同样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更大程度减少队员在实战中的伤亡。三角洲的技战术配合以及单兵装备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想了解的可以看一下电影《勇者》这部电影。咱们接着说三角洲部队那些超人般的战绩。1979年11月4日，大批伊朗游民闯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挟持外交部在内53名人质。因伊朗内部混乱，美国外交手段宣告失败，军事行动随之开始。但由于距离德黑兰的美军基地过于遥远，最终以三角洲部队为主的特战渗透营救成为最佳方案。行动代号鹰爪，整体行动包含初期部署和4个阶段的计划。初期为三角洲部队飞过德国和埃及，到阿曼的马希拉机场，在此处部队改搭 C-130 空中炮艇，贴近水平面避开敌方雷达，越过阿曼湾和伊朗南部，降落在沙漠1号，此时距离德黑兰490公里。三角洲部队动身的同时，美国航母尼米兹号上的8架美海军 RH-53D 直升机起飞，低飞运载美海军陆战队队员，飞往沙漠1号与三角洲部队会合。接下来是计划的第1阶段突入。三角洲和海军陆战队员会合后，部署一组12人的道路监视小组，截断和扣留经过的伊朗人。与此同时，直升机装载特战小组飞往德黑兰，距离目标大约24千米处，特战人员降落，由2名情报员引导至8公里外的一处河谷。直升机和作战人员各自藏匿休息，等待天黑。计划第2阶段救援。天黑之后，一名情报员带领12名翻译员收集6辆奔驰卡车，另一边情报员辅助贝克魏斯上校侦察路线。20点30分，三角洲部队登车前往德黑兰，救援行动于23到24点之间开始。一旦所有人质都被救出，由直升机载离至曼沙里耶，该地大约在德黑兰南方56千米处。第3阶段，救援人质的同时，13人组成的特种小组攻击外交部，救援美国外交官，并将他们带至临近公园，登上直升机前往曼沙里耶。第4阶段撤出。行动展开后，一支游骑兵特遣队会乘坐 C-141
潜入并控制曼沙里耶机场，为人质及特战队员的撤离做准备。以上就是美军公布的大致营救方案。这次营救行动的核心全程围绕运输所展开，从前期的部署到撤离，很难看到有专门支援特战队员的计划。无论是跳伞、夜行，还是以少对多的战况设计，几乎把特战队员当成了无所不能的机器。这就是三角洲特种部队所面临的常态战争。鹰爪行动最终并没有达到计划效果，也可以说是失败了。但是这次失败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可以说是毫无关系。行动正式开始之后，特战部队按照计划完成了所有的地面准备工作，像化妆侦察、车辆收集、路线勘定、风险控制等等。但8架直升机刚从航空母舰起飞，其中1架就因严重故障折返，另一架到达沙漠1号后也出现了故障，另外2架遇到了沙尘暴，导航系统失灵，比预定时间迟到了90分钟。落地后，其中1架还存在极大的液压故障风险，只剩下5架能执行任务。这一结果导致天亮的时候，特战队员还没能推进到沙漠2号据点，作战行动随之叫停。第二天凌晨1点左右，白宫宣布营救行动失败，而伊朗大使馆的人质随后被分散在伊朗各地，致使2次营救行动无法进行。此次行动间接导致8名美国人和1名伊朗平民死亡，成为美伊两国后续数十年深刻敌对的标志性事件。美国陆军在这次营救计划当中吸取到了经验教训，干脆成立了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绰号暗夜潜行者，其主要职责是为三角洲以及其他特种作战部队提供直升机运输和直升机攻击支援。自从航空保障完善之后，三角洲特种部队开始频繁在战场上屡建奇功。1982年营救被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的多切尔，1987年抓获1985年参与劫持美国客机的恐怖分子尤尼斯。1990年前后，三角洲部队与以色列合作，在中东地区秘密执行过多次人质营救任务。据说在拉美地区，该部队也参与过秘密缉毒行动，只是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三角洲参与的大部分行动都是保密的，不过美国所公开的行动当中也有几个比较高调的行动，比如巴拿马正义之师行动。三角洲部队敌后渗透，成功抓获巴拿马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2001年阿富汗、坎大哈、托拉博拉以及蟒蛇行动，三角洲部队共抓捕消灭塔利班武装分子近500名。2003年伊拉克击毙乌代侯赛因、库塞侯赛因，抓捕萨达姆侯赛因。2005年由三角洲部队领导作战，击毙扎卡维手下21名高级军官中的7人，抓获17人，击毙200名左右的基地伊拉克分支。2006年4月中旬，消灭超100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2006年6月7日，三角洲部队 B 中队狙击侦察分队，侦察到基地组织重要人物扎卡维。以上就是三角洲部队已知的反恐战绩。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在伊拉克由三角洲部队小规模执行的行动，共消灭目标3000人，抓获9000人。这一数字未来恐怕也只有三角洲部队自身才能将其打破了。除了反恐，敌后斩首任务，孤军营救三角洲部队更是一把好手。2008年10月26日，于伊拉克边境5英里的叙利亚境内击杀逊尼派激进领袖阿布加迪亚。2013年10月5日，孤军深入抓获基地组织高级头目阿布阿纳斯利比。2014年6月14到15日，抓获班加西领馆遇袭案主谋哈迈德·阿布卡塔拉。还有我们开头提到的2014年5月16日，三角洲特种部队24人悄无声息从伊拉克潜入叙利亚腹地近100公里，对萨耶夫实施斩首行动。2019年10月26日，三角洲部队成功突袭伊斯兰国领袖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位于叙利亚巴里沙的藏身之处。行动中，巴格达迪引爆自杀式炸弹身亡。以上这些都是三角洲部队直接参与的任务，如果加上间接行动的，那就远不止我们今天的总结。前三角洲队员埃里克·哈尼在他的书里《Inside Delta Force》就提到过，仅仅在1980年前后，他亲自参与或者听说的行动就多达100余次，任务性质更是遍布敌后谍战，甚至是单人潜入。
1999年，费城新闻报记者马克·鲍登出版了纪实文学《黑鹰坠落：一个现代战争的故事》。该书记录了发生在1993年10月3日摩加迪休之战的战况，书中提及了三角洲部队在该次战役中的行动细节，后来被拍摄成为电影。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战绩之外，由三角洲部队所执行的秘密任务相信也不在少数。虽然没有公开的资料，但是这支部队和海豹突击队、绿色贝雷帽一样，都是五角大楼的一张王牌，就像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任何棘手的军事冲突、极限救援现场都会有三角洲部队的存在。当然了，特种部队之所以能屡屡完成极限任务，除了自身的素质和技能之外，美军综合实力的加持也是重要因素。美国无孔不入的情报系统、空军的远程火力支援、多军种空地协同作战计划等等，有了这些火力加持，三角洲部队才能无往不利。接下来留给大家一个话题：如果你是一名三角洲小队的指挥官，在被允许参与俄乌战争的前提下，你会带领24名队员如何与目前的俄军对抗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参与互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唠唠为什么美军不承认三角洲特种部队的存在。其实承认不承认是根据任务性质是否保密而定的，并不因为这支部队本身。1983年格林纳达军事行动，即使在那个高度保密的时期，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官兵的胳膊上不也挂着美国国旗吗？从任务性质来看，三角洲是一支偏反恐任务的军事特种部队，和美国海军的海豹6队性质一样。为什么三角洲部队不被承认，而海豹6队就被公开承认存在呢？明显不被承认的说辞只是一个增加神秘感的噱头而已。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些，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